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国际布克奖。随着韩江成为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国际布克奖也走进了我们的视野。韩江早在2016年就凭借小说《素食者》获得了国际布克奖，这个奖项似乎成了他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台阶。这让我们不禁思考国际布克奖是否可以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前置奖或者预测奖呢？第一次听说国际布克奖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奖还挺有意思book 不就是英文 book 的直译吗？后来我查了一下，还真是叫 Booker， 是个人名或者说是家族的名字。布克奖是由布克集团设立的，公司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835年。那一年呢，乔治布克和理查德布克呢，他们购买了第一艘船成立了专注于货物运输的布克航运公司。早期的贸易和航运公司都在殖民地犯有原罪布克公司也不例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布克通过契约劳工制度长期剥削制糖工人。在巅峰时期他控制了英属圭亚那 75% 的制糖业，实力是如此强大呢，当地都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就是说把圭亚那称作 Booker 的圭亚那。当然了，世界在变一切好的坏的都在相互转化。70多年前，这个世界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很多以为从此自己的国家变好的人们，70年后发现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确信布克公司在变好，变好的原因也是呼尔海呀来了一个好领导。没错，1952年乔治坎贝尔接任了公司董事长，他的非边社会政治将公司彻底转化为一支慈善力量，为制糖工人呢提供了大量的福利。就是这个乔治坎贝尔，他推动了布克奖作者部门的成立，那这个部门呢就负责赞助布克奖。实际上在文学界甚至更广泛的学术界确实存在一些被认为是诺贝尔前置奖的这个奖项比如在科学领域，拉斯克奖和沃尔夫奖常常被视为呢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在经济学领域像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也被认为是未来诺贝尔经济奖的有力的预测。那么布克奖和国际布克奖是否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布克奖的历史。布克奖的前身是布克麦康纳尔奖创立于1969年。最初这个奖项只面向英联邦、爱尔兰和津巴布韦的公民。最初它的设立呢是为了创造一个可以与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和美国普利策奖相媲美的英语文学奖项。随着时间推移呢，布克奖的影响就越来越大。2002年英诗曼集团成了赞助商，奖项更名为曼布克奖 Man Booker Prize。 2014年评选规则呢进行了重大调整，只要是用英语写作并在英国出版的小说就有资格参加，这就让美国作家呢也有了角逐的机会。国际布克奖则是在2005年才设立的。最初呢是每2年颁发一次，它旨在表彰作家的终身成就。2016年这个奖项经历了重大变革，开始每年颁发，奖励单一作品及其英语翻译，获奖的作者和译者平分5万英镑的奖金。这个变化就大大提高了非英语写作作家的参与度，也凸显了文学翻译的重要性。韩江就是在这一年获得奖。这是我统计的数据国际布克奖展现出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多样性。从入围次数最多的几个国家，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看一下法国有9位作家11次入围，其中 David Diop 在2021年获奖。德国呢是有6位作家7次入围，珍妮埃彭贝克3次入围，并在2024年最终获奖。阿根廷有5位作家7次入围虽然尚未有人获奖呢，但是萨曼塔史维布林的这个3次入围成绩也是相当的亮眼。
亚洲国家的表现也是不容忽视的啊。韩国呢就有4位作家6次入围，其中韩江是3次入围，并在2016年获奖。中国呢也有3位作家5次入围啊，虽然最终没有获奖，但是呢阎连科和残雪都曾2次入围，显示了中国文学在国际舞台的实力。而且在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残雪的赔率是最高的。所以布克奖包括国际布克奖在内都被认为呢是世界文学最具影响力的这种奖项之一。它的权威性来源于多方面因素的这种综合创立1969年的布克奖呢，拥有半个世纪的悠久历史。在这段时间里边，他通过严格的评选过程和专业的这种评审团队，始终致力于表彰最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最初呢，仅面向这个英联邦国家的布克奖呢，逐渐扩大了影响范围。尤其是2025年设立国际布克奖之后更是把评选范围扩展到全球所有语言的作品，就大大提高了这个奖项的国际影响力。布克奖不仅仅是对卓越文学的成就的认可更是塑造全球文学格局的这种重要力量。所以他的选择往往反映了引领文学的趋势，对于出版业和读者的阅读选择都有深远影响。所以获得布克奖对作家的事业发展是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那不仅带来巨大的声誉提升呢，还能显著的提高作品的销量和国际传播度。许多获奖作品因此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的流传。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之间是存在一些密切联系的，因为多位布克奖得主呢，最终也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所以这种关联进一步就凸显了布克奖它这种权威地位。另外布克奖每年都会引起广泛的这种媒体关注，它的入围名单和获奖者的公布已经成了重要的这种文学新闻事件。所以近年来呢，布克奖在促进文学多样性方面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通过表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增强了奖项的这种包容性和代表性，这就不仅提升了布克奖的影响力，也给全球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刚才我们说过，布克奖成功不仅体现在文学价值上，在商业和社会影响力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获得布克奖的提名的文学作品里边，销量往往会激增像2016年获奖的这个《素食者》为例获奖后，它的英文版在英国的销量在短期内就增长了20倍布克奖呢还带动了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大约有1/3的获奖作品最终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比如像《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这种脍炙人口的电影都改编都来自布克奖的获奖作品。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布克奖给许多非英语国家的作家呢提供了一个进入全球文化舞台的这么机会。它不仅推动了文学的国际化，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对话和理解。像韩江的这次获奖呢，就让更多的读者关注了韩国文学，也让世界各地的这个读者了解了韩国的这种历史和文化。那布克奖和国际布克奖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研究它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确实是没有官方的关联但我们确实看到这些有趣的现象，是吧？就是前面我们讲过截至目前已经有5位布克奖得主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 V.S. 奈保尔纳丁格迪莫、J.M. 库切威廉格尔丁和石黑一雄在国际布克奖方面，已经有3位得主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像爱丽丝门罗、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刚刚获奖的这个韩江。所以这种现象就让一些人认为布克奖和国际布克奖可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某种预选赛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获得布克奖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呢，大多数布克奖得主都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呢，布克奖和国际布克奖为作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增加了他们作品的知名度，让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被更多的读者和评论家关注，这就无疑增加了他们未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布克奖和国际布克奖是有它自己独特价值的，他们不仅仅
是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跳板啊，更是世界文学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们关注当代文学啊，每年都为读者推荐优秀的新作品。相比之下，诺贝尔文学奖更多的是对作家整个职业生涯的这种肯定啊，所以布克奖和国际布克奖在推动文学多样性方面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他们给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作家提供了平等的这种竞争机会，特别是国际布克奖是吧？通过奖励翻译作品，极大的就促进了不同文化语言文学作品的这种传播。讲到这儿呢，我们还不得不说昨天介绍的这个托尼创创新奖啊，颁发给了韩江。托尼创啊是韩国汽车业的先驱。在2005年去世后呢，他的后人在2006年就设立了这个奖项。根据报道啊，确定韩江获奖是在宣布诺贝尔奖之前的9月19号。如果是真的，不是为了面子啊，这就恐怖了啊！你想想，说明这些评奖机构啊，对于候选人最终获奖啊，是有一种近乎直觉的这种预感的。你想想，确定韩江获奖，2周后他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不是妥妥的预言家吗？但也不排除是事后诸葛亮啊，觉得韩江呢都获得了文学奖了，我们这次创新奖是不是不给韩江，就显得我们评选有失水准呢？但是这个说法啊是有点阴谋论啊，我个人认为还是觉得应该是早有选择啊。好吧，所以总的来说呀，布克奖和国际布克奖的成功就体现了他们在发现和推广优秀文学作品方面的独特价值。所以他们不仅丰富了世界文化的这种内容，也为读者开放了了解不同文化的这个窗口啊。无论你是否成为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么一个 touchstone 是吧，他们都已经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这种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关注布克奖和国际布克奖无疑是一个发现优秀文学作品的好方法。他们就像是文学世界的这个指南针，给我们指引着这种精彩阅读的方向。而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来说，这些奖项就展示了当代文学的这种发展趋势和可能性。最后啊，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优秀作品和作家通过布克奖和国际布克奖进入我们视野，丰富我们的阅读体验。除了我们手中的这个传阅文，我们也能看到别的东西，无论是来自我们熟悉的英语世界，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翻译作品，他们都在等待我们去发现和欣赏。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啊，欢迎大家留言、转发和评论。这几天啊，我的关注呢是增加了不少，感谢大家支持，也希望大家呢能在你们喜欢的讨论组分享讨论我说的这些话题。我的内容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枯燥的啊，或者换句话说，我的关注者素质都比较高。这就是我的这个困难所在，毕竟网民的整体素质那还是参差不齐的，也很难满足所有人的胃口啊。那所以呢，我会按照这个方向的继续努力，也希望大家给我建议啊，拍桌也行啊，只要不骂人都可以。好吧，再会。